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、陈晓当初身边的小跟班已成了古装顶流。陈晓早早就凭着古装剧站稳了脚跟，而程毅那个当年在他身边跑龙套的小配角，如今却成了古装剧里响当当的人物。这俩人的故事起点不一样，轨迹却在某一点交汇过，然后各自开花结果。程毅原名傅诗琪，出生在湖南怀化辰溪县，家里没啥特别背景，普普通通，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人。他小时候也没显出啥艺术天赋，就是个普通小孩。到了高中，他突然对演戏有了兴趣，可那会儿他啥也不会，连表演是啥都搞不清楚。为了考中戏，他硬是找了个怀化的老师给自己补课，天天死磕文化课和表演基础，最后还真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。他刚从中戏毕业，满脑子梦想就扎进了娱乐圈。第一部戏是古装剧《唐宫美人天下》，演了个叫冯小宝的小角色，戏份少得可怜，估计观众看完都记不住他长啥样。但他不挑，能上戏就不错了。同年，他听说王的女人在选角，主动跑去试镜，争取到了陈晓书童的角色，叫柴头。这角色更没啥存在感，站在陈晓旁边基本就是个背景板。那会儿的程毅皮肤黑黑的，造型也土，导演还嫌他外形不够好，差点没选上。但他没放弃，死皮赖脸的求机会，最后留了下来。拍《王的女人》时，他特别拼，每天早到片场，帮着干这干那，搬道具、整理衣服，就为了多混点经验。陈晓那会儿已经是主演，风头正劲，程毅在他旁边显得更不起眼。不过，他从没觉得自己低人一等，逮着机会就观察别人怎么演，琢磨自己的不足。之后几年，他也没闲着，演了电影《鬼爱》，当了个男主苏阳，可惜电影没啥水花。主演了《原谅我》，来不及爱你，又主演了《女生宿舍》，都是小成本片子，反响平平。他那时候就像娱乐圈里的小蚂蚁，默默干活，攒经验，但就是没机会冒头。再说那部《鬼爱》，他演的苏阳是个挺复杂的角色，电影讲的是爱情和悬疑混在一起的故事，可惜票房和口碑都不咋地。的原谅我，来不及爱你是青春爱情片，他演男主，想试试能不能靠这个火一把，结果还是没啥动静。的女生宿舍是部悬疑片，他又是主演，可惜市场反应冷淡。这几年他接的戏不少，但都没能让他真正冒头。娱乐圈就是这样，没背景没运气，光努力有时候还真不够。他那时候的状态其实挺像很多刚入行的新人，没资源，没人捧，只能靠自己一点点摸索。拍戏时，他经常是剧组里最不起眼的那个，工资低得可怜，连租房都得精打细算。但他从没想过放弃，每次接戏都当成一次机会，哪怕角色再小，他也认真对待。程毅的路子开始变宽，是从的青云志开始。这部古装仙侠剧里，他演了个叫林惊羽的角色，总算有点戏份了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他下了不少功夫，去道观待了几天，学道家礼仪，还练了剑术，想把林惊羽那种沉稳又有点孤傲的感觉抓准。剧组里有人说他太较真，但他觉得自己既然干这行，就得对得起观众。结果还真没白费力气，剧播出后，林惊羽成了不少人印象深刻的角色，他也拿了个互联网年度新锐人物的奖，总算有了点名气。青云志是部大制作，演员阵容很强，他能在这堆人里被人记住，已经挺不容易了。那会儿他还没啥粉丝基础，但网上开始有人讨论他，说这个林惊羽演得不错。他自己也挺感慨，
觉得努力这么多年，总算有了点回报。不过，说实话，那会儿他还远算不上红，只能说是混了个脸熟。接下来几年，他继续接戏，慢慢积累。他演了《盗墓笔记》里的张起灵，虽然是网剧，但也帮他多攒了点人气。他参演了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，演了个小配角刘英，虽然戏份不多，但剧的热度很高，他也跟着沾了点光。他接了《怒海潜沙》和《秦岭神树》，演吴邪，这部戏让他在盗墓坟里有了点名气。这些年，他一直在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，想找到适合自己的路。到了，他的事业才真正炸开锅。那年他主演了《琉璃》，演了个叫雨丝凤的男主。这剧的拍摄条件挺苦，他拍武打戏时经常挂彩，膝盖和胳膊老是青一块紫一块。有次吊威亚摔下来，膝盖直接磕在石头上，疼得直冒汗，但他硬是咬牙继续拍。剧组里有人劝他休息，他却说没事，怕耽误进度。琉璃播出后，收视率蹭蹭往上涨，他演的雨丝凤也成了观众的心头好。从这儿开始，他算是真火了。琉璃之后，他的路子彻底打开了。他主演了《长安诺》，演了个深情的皇帝。虽然剧评两极分化，但他的演技没被挑出啥毛病。他演了《与君歌》，这是部古装权谋剧，他在里面演齐燕，造型和演技都在线，粉丝又涨了一波。他接连拍了《沉香如屑》和《沉香重华》，这两部剧都是仙侠题材，热度很高。他在里面演的杨紫的搭档 ，CP 感爆棚，网上讨论度一直没降下来。他主演的《莲花楼》更是爆了，他在里面演李莲花，眼神里的那种深情和落寞，戳中了不少人。拍这部戏时，他因为动作戏太多，伤了好几次，甚至还住了院。但他硬是没停工，躺在病床上还在背台词。这种拼劲真不是谁都有的。莲花楼播出后，他的口碑和人气又上了一个台阶，很多人开始喊他古装顶流。他这几年的作品几乎全是古装剧，造型好，演技稳，观众缘也好。他自己也说过，喜欢古装剧，因为能尝试不同的角色，挑战自己。他从青云志到莲花楼，用了7、8年时间，硬是把自己从边缘配角磨成了主角。这过程听着简单，其实每一步都不容易。再说说陈晓，他生在安徽合肥，家里条件比程毅好点，父母是公务员，祖籍浙江宁波。他从小就跟表演有缘，10岁那年演了电视剧《我们班的歌》，当了个小男主。那时候他也没想过以后要干这行，就是觉得好玩。到了，他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，毕业后签了华谊兄弟，正式入行。他演了徐克的电影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》，饰演国师陆离。戏份不多，但能跟大导演合作，他已经挺满足了。之后他还演了《国色天香》和《欢喜婆婆俏媳妇》，都是小角色，但慢慢攒了点经验。他签了于正的工作室，接了《王的女人》，演男主罗峰。这部戏让他开始有点名气，外形好，演技也不错，观众记住了他。他演宫锁珠帘的19阿哥云喜，剧收视率很高，他的关注度也上来了，是他的高光时刻。《陆贞传奇》里，他演男主高湛，把那种深情又隐忍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，彻底火了。那年他还演了《笑傲江湖》的林平之，拿了个最受青少年喜爱的影视偶像奖。他在《神雕侠侣》里演杨过，虽然有人吐槽造型，但他的演技还是扛住了压力。之后几年，他的事业一直挺稳。他在那年《花开月正圆》里演沈星移，这角色是个纨绔子弟，但他演出了层次感，观众很买账。他跟刘亦菲搭档《梦华录》，演顾千帆，这部剧热度很高，他的古装扮相和演技又被夸了一遍，还拿了个最佳古装男演员奖。他主演了《尘封13载》，
这是部悬疑剧，他演了个老刑警，转型挺成功。他又演了小日子，演了个接地气的丈夫，观众反响也不错。陈晓这10几年基本没走过啥弯路，他起点不算低，资源也好，演技又在线，所以事业一直很顺。他自己也挺低调，没啥绯闻，专注拍戏，观众缘一直不错。陈晓和程毅的交集始于的王的女人，那时候陈晓是剧里的核心，程毅只是个小配角，演他的书童。程毅那会儿特别虚心，经常逮着机会就跟陈晓聊表演，陈晓也没架子，愿意提点他几句。拍戏时，程毅跑前跑后干杂活，陈晓看着他那股认真劲儿，也觉得这小子以后不会差。那部戏拍完后，两人就各走各的路了。程毅继续跑龙套，陈晓开始接大戏。几年下来，陈晓的名气越来越大，程毅却还在边缘打转。直到琉璃爆了，程毅才算真正翻身。之后他的作品一部接一部，地位蹭蹭往上涨。陈晓这边呢，也没停下，戏路越走越宽。他们在某个颁奖礼上又碰上了。程毅那会儿已经凭莲花楼火得不行，上台领奖时底气十足。陈晓在台下看着，估计心里也挺感慨。当年那个不起眼的小跟班，如今跟他站到了差不多的位置。活动后台，两人聊了几句，关系还是挺融洽的。陈晓后来在采访里提过，程毅这人特别能吃苦，当年就看得出他有股不服输的劲儿，现在能走到这步，一点不意外。其实娱乐圈里这种前后差距的故事不少见。陈晓早早成名，程毅是后起之秀，两人如今都是古装剧里的中坚力量。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没啥龌龊，反而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。程毅说过，陈晓当年给了他不少鼓励，他一直挺感激的。程毅这10几年从小配角到古装顶流，真的是靠自己一步步熬出来的。他没啥背景，全凭努力和机会，硬是闯出了名堂。陈晓呢，早早就站稳了脚跟，事业一直顺风顺水。这俩人，一个是逆袭的代表，一个是稳步上升的标杆，他们的故事听着挺带劲。娱乐圈这地方，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你永远猜不到下一个爆红的会是谁。未来，他们肯定还会有新作品，咱们就等着看吧。程毅能走到今天，除了努力，还有点运气。他赶上了古装剧的热潮，抓住了机会。陈晓则是靠实力和资源，一步步稳扎稳打。两人起点不同，路子不同，但如今都成了观众眼里的熟面孔。他们的故事也算娱乐圈里的一段佳话吧。